麻烦大了。最近中国政坛风声鹤唳，就连习近平在军中的红人何卫东也被传出事了。外界纷纷议论，这是不是习近平体制正在快速塌房的征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出大戏的来龙去脉。首先，何卫东是谁？他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里的2号人物，仅次于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军委副主席这个职位分量极重，掌管着整个军队的大权。何卫东1995年左右就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出生于福建南平，从青年时代起便从军报国。他长期在东南沿海服役，隶属解放军第31集团军，这支部队驻扎福建厦门，对台作战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巧得很，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当官时，经常要和驻闽部队打交道，何卫东就是其中一员。可以说，何卫东和习近平有着深厚的地域渊源，被视为福建帮的一员。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习近平的忠诚，何卫东步步高升。2015年前后，他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之后调任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历练了各大战区的经验。2019年，他出任东部战区司令，直接负责台海方向的军事事务，这位置非常关键，毕竟东部战区主要应对台湾和东海局势。何卫东在这个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也因此更加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到了2022年中共20大，人们惊讶地发现，何卫东被破格提拔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要知道，按照常理，军委副主席往往由资历最深的上将担任，而何卫东之前甚至都不是中央委员，一下子跃升如此高位，堪称连升3级。这个反常的人事安排，充分显示出习近平对何卫东的器重和信赖。换句话说，何卫东算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心腹，他的地位相当于习在军中的左膀右臂之一。正因为如此，当近期传出何卫东出事的消息时，才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事情要从2025年3月的北京两会说起。今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期间，表面上风平浪静，然而据传，在人大闭幕式结束后的当晚，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突然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这个爆炸性消息最先由海外媒体和自媒体人在网络上放出，说何卫东在3月11日人大闭幕当天被军方人员带离会场，他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也同时遭到搜查。更离奇的是，几天后又有传闻追加细节，何卫东在被带走过程中突发心脏病，目前被送往解放军总医院，就是著名的301医院接受治疗。但实际上处于军方监控之下，等同于变相拘押，听起来仿佛谍战小说般惊险。而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对这些传言既未证实也未辟谣，保持着异常的沉默。同时，我们再也没看到何卫东公开露面，一位手握重权的军中大佬就这样神秘失联了。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各方猜测。毕竟何卫东的职务何等重要，他要真出事，那可是中共军队几十年来罕见的大震动。虽然官方默不作声，但种种迹象开始浮出面，似乎在印证传言。有人注意到，在何卫东失联后不久，习近平于3月中旬前往云南视察当地驻军。奇怪的是，以往习主席下部队身边总少不了中央军委的高层陪同，诸如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之类。然而这一次，陪同在侧的竟只有一名中将方永祥，中央军委成员无一现身，2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统统不见踪影。这在解放军的惯例中极不寻常，难免引人遐想，难道军委高层出了状况？否则怎会缺席得如此干净？不仅如此，就在何卫东被曝失联的同一周，北京召开了一场反分裂国家法纪念座谈会。这种涉及对台战略的重要活动，往年都会有军方要员出席。然而何卫东作为军队负责对台方向的头号将领，却没有出现他的身影。同样缺席的还有新任国防部长，这可是主管军事外交和军务的高官，也是不该缺席的重要角色。短短几天内，军中要员接连神隐，形成了种种异常的巧合。
把这些细节串联起来看，外界普遍觉得何卫东真的80%是出事了。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全国人大闭幕式上。当时大会结束时，根据现场画面，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习近平起身后竟背对着习径直走开，没有像往常那样陪同或目送领导人离场。张又侠是军中老将，也是习的长期战友，这个细节令人生疑，会不会军中高层出现了某种嫌隙或不协调？毕竟如果何卫东已被带走，张又侠此举很可能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种态度信号。种种异常使得北京高层内幕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要知道，何卫东作为军委副主席一旦落马，这可不是孤立事件。回顾过去这1年多，习近平身边的高官接二连三出了状况，让人眼花缭乱。如果把时间拨回到去年，我们会发现高层人士宛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了一片。2023年中，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悬案之一，就是时任外交部长秦刚的离奇消失。秦刚是习近平力挺的外交新星，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因为能言善辩，深得习意，被破例提拔为外交部部长。他上任后表现积极，频频出镜，堪称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人物。然而就在去年夏天，秦刚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1个多月，连原定的重要外事活动都临时取消。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有人说他身体出问题，有人猜他犯了外交事故，甚至有爆料称他卷入了桃色绯闻。直到7月下旬，官方终于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老将王毅回国接任，但对于秦刚出事的具体原因只字未提。据坊间消息，秦刚确实是因为私生活问题而遭到调查，无论真相如何，一代外交明星就此陨落，而习近平也失去了一个心腹干将。还没等人们从秦刚事件中缓过神来，紧接着军方也爆出大新闻。2023年9月起，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连续几个星期缺席公开活动，引发外界注意。李尚福同样是习近平一手擢升的重臣，此前他负责军工装备采购，在业内以敢干著称，因为从俄罗斯采购武器装备还被美国制裁过。然而习不顾外界质疑，仍在2023年初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兼国务委员，显然对其颇为信赖。哪知道仅仅过了大半年，这位李部长人间蒸发了。到了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罢免了李尚福的职务，坐实了他出事的事实。官方依然没录细节，只说对他进行审查调查。据外媒报道，李尚福的问题可能涉及严重腐败，尤其是在军备采购领域中收受贿赂等。这等于是习近平辛苦提拔的亲信大将又倒下了一位，军中震动不小。再往前一点，2023年夏天还有一桩军中异动令人瞩目，解放军战略火箭军的领导层突然大换血。火箭军是掌管导弹与核武力量的部队，地位极其敏感。当年7月，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锡明这2位最高指挥官一同被免职，换上了新人。据传，这是因为火箭军高层有人涉及严重违纪违法，甚至可能牵扯泄密案。当时中共当局也是闪电行动，秘而不宣。直到新人选走马上任，外界才确认火箭军出了大事。虽然火箭军事件相对隐秘，但在军中造成的震撼同样很强烈。由此看来，从外交到军队，短短1年多时间里，习近平亲自挑选的高级官员接连出事，俨然形成了一种塌房连锁反应。一些网友打趣说，这感觉像追剧，一集一个高潮，上一集秦刚塌房了，下一集李尚福塌房了，现在最新一集轮到何卫东。每一次官方给出的理由都很含糊，不是健康原因就是违纪违法，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高层人事地震背后绝非简单的个人问题那么简单。那么这一连串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是否反映出习近平体制内部正在经历动荡与危机？对于这个问题，坊间有不同的解读与猜测，我们不妨逐一道来。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主动出击，清除可能的隐患，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众所周知，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军队和政坛要求极高的忠诚度，他大力反腐和整风，
目的之一就是要打造一支绝对听命于自己的铁军和官僚队伍。然而，现实是复杂的，即使是习亲自提拔的亲信，也难保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可能旧案缠身，有的可能阳奉阴违。与其养虎为患，习或许选择宁可提前动手，把那些他觉得不可靠或者问题严重的人拿下。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习版的先发制人行动，以免夜长梦多。以何卫东为例，有传闻说，在今年两会期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要发展新型战斗力，强调军事革新。但何卫东在小组讨论时却提到要打击军中的虚假作战能力，话里似乎暗含对当前军备状态的不满。这番表态被一些人解读为何卫东对上有所不满，或者至少没有完全按习的剧本唱和。据传，这让习近平很不高兴。如果真有其事，习很可能心生警惕，连你何卫东都敢公开唱反调了，那还了得？于是大会一闭幕，就果断拿下何卫东，以绝后患。在这种解读下，何卫东倒台是习为巩固军权、杀鸡儆猴的举措。毕竟对于最高领袖而言，宁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可能的威胁。然而另一种更加戏剧化的解读则截然相反。有人认为何卫东等人接连出事，恰恰说明习近平的体制正遭遇内部掣肘，甚至是权力斗争的反噬。也就是说，习并非主动清洗亲信，而是他的亲信被党内其他势力拉下了马。在中共高层暗流涌动的派系斗争从未停止。尽管表面上习近平大权独揽，但在军队和政法等系统仍可能潜藏着不完全听命于习的势力。例如，以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为代表的老一辈将领集团，或者其他元老支持的势力，可能对习的用人和路线心存不满。何卫东这样空降上来的习家军，新贵未必服众，也许早就有人想敲打。这次趁着反腐名义把何卫东抓了，一来清除了习的一名臂膀，二来警告习不要一意孤行。张又侠在人大会场上冷淡的举动，似乎也能佐证某种高层紧张关系。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正在出现裂缝，甚至有谣言更夸张的猜测，这背后可能酝酿着一种政变或逼宫的剧情。网上一度流传所谓习退位的传闻，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会有这种传言本身就说明了局势的不寻常。当然，也有第三种看法，相对温和一些，认为未必存在你死我活的权斗，而更多是体制自身的腐败病灶导致的高层震荡。习近平虽然极力提拔亲信，但很多官员本身也是在旧体制中爬升上来的，或多或少沾染了多年积累的问题。习上任初期打掉过军中的郭伯雄、徐才厚等大老虎，清除了前朝势力的腐败集团，但腐败这东西很难一网打尽，残余的隐蔽的问题依然存在。像李尚福这样的将领，过去主管军工采购，在那个职位上历来油水丰厚，很可能早就牵扯不清。也许是一开始并不知情，或是权衡利弊下先用人后治罪，但等到这些问题暴露到影响军队战斗力、影响习威信的程度，他不得不痛下决心清理门户。所以李尚福也好，何卫东也罢，即便是习的自己人，只要犯了不能容忍的错，最终也难逃被拿下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更像是习近平反腐肃军纪的延续，只不过打到后来不可避免地烧到了自己人头上。而这本身也反映出习近平体制内部监督机制的不足和用人决策的风险，过于强调个人效忠，反而可能埋下腐败和管理失察的雷。以上几种分析各有道理，真实情况或许是多种因素交织，但不管怎么说，何卫东出事这件事都让习近平体制的稳定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也难怪如今网上出现了体制塌房这样的调侃。提到塌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网络流行语，本来是饭圈用来形容偶像人设崩塌的，比如某当红明星爆出丑闻，粉丝们伤心欲绝地说，完了，房子塌了，我的男神人设垮了。现在这个词被吃瓜群众借来描述中国政坛，把习近平精心构筑的权力大厦比作一座房子，接二连三的高官落马就像房子的梁柱倒塌一样。想象一下这幅画面，
习近平掌权以来，搭建起一座气势恢宏的习家大院。他是这座大院的主人，手握生杀大权。院子里各个重要屋子都安排了他信任的管事，外交厅堂由秦刚掌管，军械库交给李尚福看守，兵营大门口站着何卫东护院。这些亲信就是大院的栋梁支柱。本来嘛，主人自信满满，认为房子牢固得很，风吹不动，雨打不倒。然而从去年开始，怪事连连。先是外交厅堂的梁柱秦刚突然断了，哗啦一声坍塌一角，接着军械库的柱子李尚福也塌了半边，如今连守大门的主梁何卫东也疑似倒下。这下整座宅子都跟着晃悠起来，墙体开裂，瓦片直掉。宅子里的下人们个个心惊胆战，生怕殃及池鱼，而墙外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则指指点点，嘿，这房子怕是要塌喽。这个比喻是不是很生动？它趣味地刻画了习当局当前的窘境，当关键支柱频频出问题，整个权力结构当然会动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平时不太关心高层政治，但房子塌了这种说法，一下子就把深奥的权力斗争形象化了。大家虽是以玩笑的口吻在讨论，却道出了对政局不稳的一种直观感受。当然，现实政治比喻要复杂得多，习近平这座权力大厦是否真的会塌，还未可知。身为最高领袖，习手中仍然掌握着强大的工具、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严密的安全和情报系统，以及对宣传话语的垄断等等。即便何卫东真的出了事，习也有可能迅速提拔新的心腹，填补空缺，重新稳住阵脚。从历史上看，中共政权内部斗争此起彼伏，但最后真正撼动最高权力者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眼下的习政权内部确实透露出一丝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伴君如伴虎，当连最信任的心腹大将都可能朝夕之间被整肃时，其他官员难免人人自危。这种恐惧氛围一旦蔓延，反而会削弱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体制的威严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对下属的掌控力上。如果这种权威开始因连续的塌房事件而被动摇，那么体制的稳定性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何卫东事在发酵中，我们无法断言最终的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切高层震荡已经在中南海高墙内外投下了阴影。未来的日子里，习近平能否稳住阵营，平息风波，将直接关系到这座大厦会不会继续摇晃，甚至倾塌。对于局外人而言，也许我们正见证着一出现实版的权力宫廷剧，其曲折程度不亚于影视剧情，而结局如何，唯有拭目以待。是习主席再次展现铁腕手段，修补房屋，加固梁柱，重拾外界对其体制的信心，还是隐藏在暗处的震荡继续累积，最终演变出更大的变局？这一切悬念恐怕只有时间才能解答。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互联网舆论的调侃中，塌房这个词恐怕会越来越频繁地被提起。毕竟，当连续不断的高层暴雷事件接踵而至，再坚固的权力房屋也会让人怀疑其地基是否稳固。总之，连何卫东也出事了，绝非小事一桩。这背后既有个人荣辱，更牵连着习近平体制的安危。是风雨过后现彩虹，还是房倒屋塌一场空？我们静观后续发展。在中国政治的大戏中，一切皆有可能。正所谓月满则亏，盛极必衰。但究竟这座权力之屋会不会真的倒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层暗流汹涌的传闻已令这位大权在握的领导人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习近平必须小心维护他苦心经营的体制，否则稍有不慎，真的可能迎来他最不愿看到的塌房时刻。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出戏的下一幕将如何上演。